嗨，我是九月，我想做一套这样的苗族银帽。不过一套这样完整的头饰做下来，要花好几个月时间不说，还得要10多斤银子，那得多少钱呀？喂，南翔，我寄给你的银矿石你收到了吗？那个可以炼银，我出材料你出力，我们5-5分怎么样？好像还不错哎。现在就来研究一下银花冠怎么做。主体框架倒是不复杂，不过上面各式的银饰精巧繁复，而且要起100件。没想到南翔还真炼出来了，20斤矿石炼出来10多斤银子，这也太厉害了吧！先用它来打个圆线。用尖头锤捶打，可以让银条快速展开；再用平头锤捶打，使银片的厚度均匀。最后煅烧退火，让表面的锤纹淡化，就更平整了。没想到光是打铁就要花1整天的时间，还就这么一小块。现在做的是小喇叭，小喇叭形制简单，不过串起来之后就会随着步幅晃动，互相撞击，发出清脆的银铃声。之前只觉得苗疆神秘，银饰华美，查阅资料才知道，苗族竟是5000年前九黎蚩尤的后人。他们没有文字，就在银饰上铭刻了他们的历史。这哪是一件饰品啊，简直就是一本无字史书。这是我能做出来的东西吗？我觉得得去苗寨拜师学艺，多了解之后才能做出正宗的苗族银饰。这里就是西南苗疆吗？太美了。OPPO Find X6 Pro 超光影3主摄定格的每一张照片，都像千年苗寨的时光切片，无论远近明暗，每一台都是作品。我找到了毛耀森银饰锻造技艺的非遗传承人潘世学老师。老师，哎，你好，九月啊，你好。请教之后才发现，这个远比我想象的还要复杂。首先得做银丝。苗族银饰中银丝的运用极多，把银条手工锤细之后，这样从小孔中穿过，用力拉出。一根银条历经52次层层拉细后，才能得到这样一根细若毛发的银丝。这只是第一步，接下来将银丝搓成布满螺纹的花丝之后，再根据之前画好的纹样掐丝造型。除了装饰作用，银饰对苗族其实还有非常特殊的意义。因为苗族是一个迁徙的民族，把所有财物打成银饰佩戴在身上，方便在战火来临时家随人走。另一方面，铭刻这些花纹在苗人看来并非在雕花，而是刻灵。铭刻图腾就可以恭请他们的祖先神灵，身着盛装就意味着心灵附体，可以获得庇佑。正是因为银饰有着这种信仰般的意义，也造就了他们对工艺的极致追求。掐丝做好之后，再把它们放在银片上，滴上硼砂水，焊接在一起。这一步需要特别小心，花丝只要没有沾上硼砂水，被火一撩就会融化，甚至银片稍不小心就会烧穿。不过这样操作之后，再简单的图案都会变得精致起来。苗族是一个苦难深重的民族，从5000年前九黎部蚩尤在周陆之战中战败开始，苗族的历史就写下了一个悲剧的起点，一场没有尽头的迁徙。但是他们没有妥协，即便是如此，依然保存着自己的信仰。图样全部剪下来后还没有结束，还得用这个工具再加工一下。轻轻的捶打让造型立体起来。你看，
花丝在银针上缠绕、滚平，这样可以做出来一根银丝弹簧。银饰组装时用它来做支撑，这样做好之后，银饰就会随着动作轻轻颤抖，更为灵动。现在就可以把它们都组装起来了。苗族银饰的华美演出剑一般。这些装饰的配件都做好之后，就可以来做主体造型了。这是银帽的外缘，师傅这里有刻好的模板可以拓印。拓印的内容便是那场被所有苗族骨骼反复吟唱的上古战争。这是帽子上面的部分，那两个硕大的角。其实我一开始以为这两个尖尖的是牛角，师傅说不是，是鸟羽和鸟的翅膀，寓意飞翔，是对光明的向往。在那场看不到尽头的迁徙中，面对一片望不到边的黑暗，变成一只鸟儿飞去有光的地方，应该就是最美好的梦想了吧。银帽的主体部分，光是拓印了图案还不够，还得暂刻镂空，让它变得更精致。先用火让松香软化，趁热把银片铺上去，按压服帖。松香变硬之后，就能起到很好的支撑作用。这些图案都是要镂空的。苗族银饰是以大为美，以重为美，但其实它的精细程度也是无以复加的。在感叹于苗族银饰繁复华美的同时，要知道这可是一个深如浮萍、颠沛流离了几千年的民族，那种举世罕见的仙奇，那种天地之大却无立足之地的感觉，光是意会，我都感觉无比绝望。可是苗人没有妥协，他们宁愿与风霜为伴，宁愿以枫叶为屋顶，岩石做船榻，也要保留他们的天，他们的神，他们的信仰。这个苦难的民族穿过了千年的黑暗，依然倔强地把他们的骄傲带到了你的面前。前路荆棘，我们盛装而行。